2026年1月30日，全球貴金屬市場經歷咗一個被載入史冊嘅死亡星期五。就喺幾日之前啫，黃金就已經衝到每盎司$5600嘅歷史巔峰，白銀都甚至飆到去$120嘅。但係一夜之間，呢個神話就幻滅咗啦。現貨金單日嘅跌幅接近10%，錄得1983年以嚟最慘嘅單日表現。白銀就更加慘烈啦，單日亦都暴跌接近30%啊，直接打破咗1980年杭特兄弟白銀操縱案崩盤後嘅歷史紀錄。呢一啲唔係普通嘅回調啊，呢一種係慘絕人寰嘅血洗。究竟發生咗咩事呢？令到全球避險資產喺短短幾個鐘裏面從天堂跌入地獄。今日我哋要傾嘅就係嗰個市場聞風喪膽嘅名 Kevin Warsh。呢場金融地震嘅震央係白宮啦。Donald Trump 正式提名前聯儲局理事 Kevin Warsh 接替即將卸任嘅鮑威爾。點解呢個提名會令到金銀價格跳樓呢？我哋首先要理解之前金銀升啲咩先。過去幾個月金銀之所以瘋漲啦，係因為市場都壓住一個邏輯 ，Fed 將失去獨立性。市場擔心Trump 會選一個聽話嘅傀儡，瘋狂降息嚟應付關稅戰啦，導致呢個 inflation 失控啦，美元嘅崩潰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貨幣貶值交易 debasement trade。但係 Warsh 嘅出現直接就推翻晒成個預測啦。Warsh 係邊個？佢係著名嘅貨幣政策鷹派嚟㗎，喺華爾街擁有極高嘅學術同埋專業嘅聲譽。佢嘅提名傳達咗兩個核心嘅信號：第一 ，Fed 嘅獨立性就保住咗啦。Warsh 唔係一個輕易屈服於政治壓力啦、亂放水嘅軟骨頭嚟嘅。第二，佢傾向於強勢美元同埋嚴格嘅財政紀律。佢曾多次批評 Fed 嘅資產負債表過於臃腫啦。消息一出啦，原本壓住美元貶值嘅資金瞬間就發現自己企錯邊添。除咗基本面啦，我哋都要睇下一個數據指標嘅。今次跌得最慘嘅係白銀，呢個亦都涉及一個重要嘅概念：金銀比高消費比數。喺1月份瘋狂牛市入面，金銀比一度都跌到去45至47附近㗎，即係1盎司黃金換到45盎司嘅白銀，顯示白銀被嚴重超買啦，投機嘅成分都極重啦。歷史都話俾我哋聽嘅，呢個比例跌得太急，往往都係崩盤前兆嚟㗎。琴晚白銀就跌咗30%啦，令到金銀比短短喺幾個鐘之後由45大幅反彈翻去58至65嘅水平。呢種修正係技術性嘅均值回歸。簡單啲講啦，之前白銀升得太唔理性啦 ，Warsh 嘅提名只係一個藉口，引發咗累積已久嘅槓桿爆倉啦。如果金銀比而家都仲係65、70咧，白銀可能都仲有一段調整壓力添。當然 Warsh 仲有帶嚟另一個效應嘅，就係美元指數同埋美債嘅收益率上飆升啦。當美元變強啦，以美元計價嘅黃金自然就會變貴變重啦，對海外買家嘅吸引力都會下降咗。更加重要嘅係，黃金係冇息嘅資產嚟㗎。當 Warsh 帶嚟嘅預期係利率可能會維持喺更高嘅水平嘅時候，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又變得非常之高啦。但係單靠基本面咁樣改變，都未必能夠造成30%咁誇張嘅跌幅㗎。真正嘅兇手就係槓桿。喺1月份嘅牛市裏面，大量短線嘅交易員同埋散戶利用咗極高嘅槓桿買入白銀，當價格跌破啲關鍵嘅技術位，例如白銀跌穿100啦，黃金跌穿5000嘅時候，大量自動嘅止損單都會被觸發啦。呢個現象喺金融學上面叫做人踩人 ，call margin 逼到投資者不計代價咁樣拋售手上嘅金銀嚟套現。呢個亦都解釋咗白銀會出現咗1980年以來最瘋狂嘅垂直下跌啦。市場一直都係提緊1983年最大單日跌幅噶啦。當年金價亦都經歷咗2年瘋狂飆升之後咧，隨住美國通脹嘅受控啦，經濟嘅回暖，市場對避險資產嘅需求亦都係一夕之間瓦解啦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亦都見到驚人嘅相似點，極度擁擠嘅交易啦，全世界都係做多金銀啦，呢個本身就係最危險嘅信號。第二就係預期嘅逆轉啦，從擔心惡性通膨突然轉變為相信貨幣政策回歸正常。都有唔少大行嘅分析師都指出啦，呢次崩盤標誌住超級牛市嘅瘋狂期正式告一段落，市場需要時間消化Warsh 嘅上任嘅政策路徑啦。目前嘅金銀價格正在由呢個情緒嘅驅動回歸到理性嘅驅動啦。總結嚟講啦，呢次金銀大跌並唔係因為黃金失去咗價值，而係因為最壞嘅情況冇發生，美元冇崩潰啦 ，Fed 亦都冇變成白宮嘅附屬品，而 Warsh 出現亦都俾市場一粒定心丸，但係亦都俾多頭一個重錘啦。目前短期走勢都非常唔樂觀嘅，技術派分析師可能都會關注呢個金價喺4300附近左右啦，同埋白銀喺780關口之間嘅支持力啦。如果頂唔順，
呢場黑色星期五嘅餘震可能都仲會維持一段時間，但係大家都要記住啦，永遠都唔好喺拋物線增長最頂端裏面重倉啦。當人人都講緊黃金要衝1萬嘅時候，往往就係危險來臨嘅時刻。我係飛入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